最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，好多人都以为 KO 的含金量是最高的，再往下就是 TKO 或者降服，最差劲的就是判定。形成这种观念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彻底 KO 确实太罕见了，而且不只是罕见，你一拳给人干睡着了，这表现也非常炸裂，含金量也挺高的。代表人物就是托普利亚、燕鬼普拉特斯还有铁血纳甘诺，这几个不仅打法好看，粉丝也特别的多，这就是 KO 狂魔的好处。但是兄弟们， KO 虽然最好看最有观赏性，但还真不一定是最有含金量的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奥利维达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柔术大师，如果在奥利维达的巅峰期，我认为能给他降服了比给他 KO 了更有含金量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用你最擅长的方式击败你，用你最擅长的柔术击败你。所以说马哈降服拉格这个含金量真的是老高了，当时我看比赛都惊呆了。就像现在两大鸡王马哈切夫跟齐马耶夫，我们想战胜他俩的话，一般都在想站立怎么 KO 他，或者说在地面如何消耗，如何自保，如何起身，然后再从站立上再干他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能降服马哈，降服齐马耶夫。所以说这样来看的话降服更比 KO 有含金量。KO 最有含金量的代表作，我感觉就是托普利亚 KO 霍洛威，这个含金量真的高。霍洛威最出名的就是铁下巴，那个下巴非常的硬。盖奇、大帝、霍洛威这3位选手一共打了7次天佑，他们赢下了其中的5场，但始终没有一场能给天佑的下巴整破防的。托普利亚上去3个回合，唰直接给天佑的下巴凿碎了，直接给干睡着了，半天起不来，这个含金量是真的高，这个确实厉害。还有我认为 KO 含金量最高的时候，就是2个重炮手拼刺刀的时候，就是如果有一天巴亚龙里出现一个特别厉害的重炮手，能给像托普利亚还有佩拉这种重炮手给 K 了，那这含金量也是相当的高。当然黑龙做到的话，黑龙很厉害。还有判定这么常见，那是不是判定的含金量是最差的？其实不是啊，判定也要看跟谁判定。就像大帝我们都知道，巅峰大帝是移动打点流的老祖，基本上能跟大帝打到判定的人，那多半数是赢不了。如果在大帝的巅峰期有一个选手凭借纯战力不靠摔跤5回合全面碾压大帝获得胜利，那含金量也是相当的高，就像大帝当时3番战霍洛威那样。那这么来说的话，我认为判定的含金量是大于降服或 KO 的。所以说兄弟们，这个 KO 判定降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啊，这个具体哪个最有含金量的还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当然那个彻底 KO 是最罕见的，但也不一定是最有含金量的。最后兄弟们我再叠个甲，只要是打比赛你能赢就行，只是在这些胜利手段中挑一个最有含金量的，当然还是能赢就行。最后我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想战胜古兹琼斯，是判定获胜、 KO 获胜还是降服获胜，这几个哪个最有含金量？我个人感觉是降服，大家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本期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